我们上海来的，你还听不懂吗？我听，我当然听不懂。你上海的我。你话多30年了，这个事情。啥？30年了，没听懂一句。30年。30年。30年。你上海人，我也不怕你，我也不犯法，我怕你干啥？别看眼前的女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她却在31年前曾毒害丈夫一家，并残忍将婆婆活活砍死，之后改名换姓潜逃在外31年。如若不是一个巧合，说不定这起案件就会被归为悬案。时间回溯到1991年的某一天，地点上海某小区，孟先生一家人像往常一样坐在家里享受温馨晚餐。然而这天的米饭却让孟先生感觉百般不是滋味，满嘴苦涩，令人难以下咽。在孟先生父亲的提议下，孟先生决定查看一下锅内剩余的米饭，结果让他瞬间汗流浃背。以前得的那个种，俺那东北啊，那口气都是一批呀。此时孟先生意识到有人故意想谋害全家，但具体是谁他心里早已清楚。为了不引起全家人的恐慌，孟先生决定重新蒸锅米饭，随后便端着那盆有问题的米饭赶赴派出所检验，试图掌握凶手的害人证据。但令孟先生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刚到派出所，民警就传来噩耗，表示孟先生家里出事了。当他打开家门的第一眼，间歇吓得瘫倒在地，只见母亲倒在血泊当中。经过法医鉴定，确认母亲的死亡原因是因钝器打击后脑勺所致，但现场却迟迟不见孟先生父亲和儿子的身影。后经了解得知，父亲和儿子也已经身受重伤，目前正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。儿子事先恢复意识，他随即向警方陈述了当时所发生的一切。他表示，凶手不是别人，而是他的继母王俊。当时继母就像疯了一样，二话不说就拿起斧头对着奶奶砍去。听到惨叫声的爷孙俩急忙跑到客厅一探究竟，怎料刚出屋门，继母就拿着斧头冲了上来。爷爷为了保护孙子，舍命与其对抗，但赤拳难敌铁刃，爷孙俩很快就被砍伤倒地。好在邻居及时赶到，随后潜逃在外，下落不明。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刑侦手段不完善，所以案件足足持续了31年，才终于有了转折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转折点竟来源于一条短视频。发现了一个头像，这头像跟我们之前在档案馆里面调的王俊的头像很相似，因为我这个头像已经记得很深刻了，所以就一下就看出了这可能就是王俊的照片。警方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先是联系平台客服，得知了对方具体地址后，警方迅速出击，从上海一路赶赴到山东，来到了该名女逃犯家中。不过她现在并不叫王俊，而是改名成了王静，但她的这副嘴脸即便化成灰，民警也能认得出来。起初王静一口咬定自己从未犯过法，更不是什么女杀人犯，但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如今科技发达，只需把他的血液和其家属进行比对，就可确认他到底是不是逃犯。事情也不出所料，这名所谓的王静正是31年前的女杀人犯王俊。证据确凿，王俊供认不讳，而她当初残害丈夫一家的真实原因，其实就是经常和公婆发生争吵，丈夫不仅不向着她说话，反而还提出了离婚，这让她仇恨的种子开始发芽。当时在米饭里下毒被丈夫发现后，她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，于是趁着丈夫去警局报案时，便将婆婆乱刀砍死，并将公公和继子砍成重伤。在潜逃过程中，为了避免被警方发现，这才改名换姓并另嫁他人，试图伪装一生。殊不知正义会迟到，但从不会缺席，只要他还活着，那么迟早都会被绳之以法。等待王俊的必将是法律最高严惩，